抱歉，这位宿主，批错了人。因为系统出错，我们正在修复，请宿主代替攻略此世界任意一位王公贵族。1年后，此处天象再现。如果您完成任务，便可以回到你以前的世界。你们批错了人，不负责马上送我回去吗？喂，那我这1年抽嘎了怎么办？亲亲与经常故王之子有婚约，身上玉佩便是信物。亲现在这么穷，请亲好好活过1年，我们修复了就来接你。一点金手指都不给我吗？你们穿越系统出 bug， 一点补偿都没有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信号不太好啊。等我回去了，我一定要投诉你。哪里来的打秋风的？王府也是你能撒野的地方？我真的是王爷的未婚妻，麻烦姑娘通禀一下。走走走，再不走，报官抓你！慢着，你说你是王爷的未婚妻，有什么凭证？爹爹临终前说，顾王爷当年留下一玉佩，说是16年前。嬷嬷，先把人带进去，好生安置。那玉佩确有其事，当年王爷被救下，许下玉佩报恩，结秦晋之好。知恩图报，一切听母妃做主。他不是你的良人，自王爷去世，你是家中独苗，婚事不可儿戏，恩情自是要还的，可拿什么还，不是他说了算。这偌大的家业还需要延续，我不可能让你娶一个家道中落、没有后台的女子为妻。是，母亲，儿子明白。聂姑娘，老王爷已经去世，这玉佩我听过一嘴，但是老王爷还没说完就咽气了，所以当不得真。哦哟，双去世，这是要赖账啊！但临终前，王爷确实说过，你们一家与王府有恩，曾许下玉佩，那你就是我顾王府的恩人，我认你为义女，你意下如何？还算你家有点良心，老王妃义女，这身份还不错。这原本未曾门当户对，理解。只要老王妃护我不经风雨飘摇，思如也自当不丢王府门楣。如此甚好，聂思如今日开始便是本妃义女，对外宣称就说是表小姐吧。这就是你那千里上京寻夫的小未婚妻，长得倒是标致。你家住大海啊？啊，管这么宽。这事暂时别出去乱传，恩情自是要还的。她可不是什么未婚妻，聂思如乃是我母妃义女，我的表妹。别人不知道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就是个医者之女，难怪从未婚妻变成小表妹，对王府也没什么益处啊。不过这医者就是着重养生哈，肤白貌美，再过个2年可不得。慎言，你这桀骜不驯的性子，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？听说你是老王妃义女。攻略守则第1条，与主角团搭上关系。宁小侯爷。哟，我还没自我介绍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？莫不是对我放浪形骸？全京城非宁小侯爷莫属，谁不知道？五月正江高下，风如松石几行。刀锋有为吗？小姐，老王妃让您明日起一起去国子监学习，那里可是京城最高学府。听说从里面学出来的不是王公贵族，就是国之栋梁，小姐们都以从国子监毕业为荣呢。充实自己，莫做草包，才能配得上顾王府的身份嘛。讨生活不易，明白？你也不用过度紧张，君子6艺，选一门即可。那便选古筝吧，从小考级也不算我作弊了。量力而行，里头也不全是草包，有人欺负你就来找哥哥。当不成夫君着实可惜，攻略之路漫漫，不过吃饱穿暖有个哥哥疼也不错啊。是顾胜王爷，听说江南水患，
今日王爷和小侯爷又来听太傅的课啦。和顾王爷一同进门的那个女的是哪里来的小妖精？祸水啊！可不能刚来丢树敌。狗命守则第2条，千万不要成为女人们的假想敌。哥，就送到这里吧。你不是要去太傅那边的学堂吗？好好学习，莫给王府丢人。原来是王爷的妹妹，那可要打好关系。听说是远方投亲，还有救命之恩，皇府待这位妹妹可不一般呢。照我说呀，这只是表面说辞，传言不可尽信。什么表面说辞？我跟你们说，听说是老王爷家外头最宠爱的小女儿救回来了，为了掩人耳目，老王妃认作了义女。哼，我谢谢您嘞。王爷的妹妹就是我妹妹，我乃新安郡主，以后我罩你。轮得到你当姐姐，虽然是我妹妹了，我是侯府小女儿，丁吉廷是我哥，大街小巷好吃的我都知道，以后我带你吃遍京城。就是个吃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思如妹妹，你看看我这个钗子样式，你喜不喜欢？哦吼吼吼吼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大夏民风开放，今日古琴课题，情之一字。友情、爱情、父母情，只要能弹出动人心弦的乐，夺得魁首，我近日所得的这把绕梁绝耳，便是他的了。那琴可是老师的宝贝啊，听说是皇后娘娘赐的，世间就此一把。有好戏，走去女学那边看看。西安郡主虽然泼辣了点，但不愧是京城才女。这琴音哀声婉转，看你那眼神，这么多年石头都该动心了吧？若每个与我动心的都要接纳，那我王府岂不是人满为患了？臭屁！外人都说你清俊仙人之姿，只有我这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知道你内里风骚的很。哼。新安郡主喜欢王爷，全京城都知道。虽然嚣张跋扈，但还是有2把刷子嘛。琴音凄凄是个好苗子，下一个聂思如。可惜你遇到了我。攻略守则第1步，走进大众视野。让开不中岁月儿，岁月沉沉之缄默。当世人间万生我儿，今有时来迟。啊，快看，是蝴蝶！此曲竟然连蝴蝶都能来停住，妙极，缠绵悲切，仿佛看到了一段凄婉爱情。此曲出自何处？琴谱可还有？曲名为何？回先生，此曲哪一位故人所谱所传？故人云游四海，琴谱并未留下。高人自有高人的脾性。此音名为《幽魂》，讲的是一位书生与鬼仙之间发生的一段千古奇恋。鬼仙哎，如此玄幻色彩，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吧？人仙虐恋，心向往之。书生与鬼仙，倒是猎奇。思如妹妹琴技出众，今日以后京城风头，怕是要盖过那西安郡主了。谁是你思如妹妹？怎么，穿一条裤子长大，你妹不就是我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家都让人叫哥哥了，还不让别人觊觎不成？可你看上又甩了的，都能排一条街了。他可是王府的恩人。这次我是认真的。你哪次不说是认真的？ Fake faces hiding everywhere. Made up makeup, made up stairs. 思如，宁夏侯爷。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好名字。好一个海王啊！
宁继廷，宁家三少，本朝风流暖男，据说被分手的姑娘最后都是笑眯眯的。思如妹妹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宁三少果然如传言一般，是个千古风流人物。再等顾胜，恐怕还要一段时间。我的马车就在此处，去王府也顺路。季婷可否有这个荣幸再思如姑娘一程？思如，该回府了。完死了！那今日便不勉强了，有空来我府上玩，也与我讲讲那《幽魂传》的故事。刚刚见你与季婷相谈甚欢，聊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狗命守则第3条，有人抢的才是香饽饽，就不告诉你，挠死你！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好名字。哥哥都听见了还问我？我是让你人前叫哥哥，不代表我真是你哥哥。尚且不说他是我从小到大的兄弟，总是离他远点。你不会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特殊的癖好吧？想什么呢你？上回书说到，这王小姐假意醉酒，站立不稳，摔倒在了刘秀才的怀里。这阮玉温香抱满怀，紧张悠悠，入梦苏啊。后来呢？别卖关子了，后来这小姐和秀才怎么样了？一群穷酸秀才就喜欢听这些荤段子，若不是这的水晶饺子好吃，我才不带你来呢。唉，事到如此，我们做女子的从来都不容易。后来自是刘秀才把持不住，一阵翻云覆雨。信口雌黄，我们女子才不会随随便便倒在男子怀里。你打断我，你有辱斯文。这说书讨生活是先生的本事，但是烦请不要老是拿些桃色话题来博人眼球。我听说先生之前也是秀才出身，才是不要有辱斯文的好。哼，牙尖嘴利，你是哪家的女娃娃，这么有本事？要不你来说，我这茶坊今日若能卖出去20两碧螺春，我便给你斟茶认错。但是若卖不出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以后多带点女娃娃们来吃吃我这桃色说书人的茶，如何呀？欺人太甚！好啊。山中有座寺，名为兰惹寺。寺里有个姥姥，雌雄同体，忽男忽女，专门吸食壮男的精气来延年益寿。书生为了躲雨，进入了那神秘的兰惹寺，忽然被一支美妙的琴声吸引，一个妙龄少女迎面走来。只见那聂小倩目露杀机，幸而道士赶到救下书生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聂小倩觉得宁采臣正直善良，逐渐心生爱意，3番2次阻止姥姥痛下杀手。妙啊，好一个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姥姥欲把这2人一并拿下，和道士大战了800回合，最终不敌道士，被一手掌心雷封印了足足100年。这回总算可以在一起了吧？采臣把小倩的尸骨送去转世投胎，没想到她的魂魄却被地府老妖抢去为妻。怎么不说了？卡住作甚？哎，小二，卖了多少辆碧螺春了45两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女娃娃，你这下回分解倒是和我学的有模有样啊！先生过奖了。某些人是不是该认赌服输啊？哼，女子说书上不得台面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呐！啊，我说你这臭说书的，说话不算话，以后也别知乎者也了。就是愿赌不服输。今日所见，女子何以不如男呢？你若不斟茶认错，以后你这茶坊啊也别开了。得，今日是我轻狂，在下给各位姑娘们
赔礼道歉了。这让酸秀才低头，还是头一次见呢。别卖关子了，后事如何？哎，这一张张期盼的小脸蛋瓜子，还真是不忍心捏碎啊。最后啊，书生和道士一同救下小倩的魂魄，投胎转世后三生三世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世间再无遗憾。好凄美的神话爱情故事，好美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哎，我也好想要一个愿意为我生、为我死的宁郎啊！情不知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我知道爱也罢，恨也罢，一切随他。于是忘也罢，哭也罢，都是空牵挂。我知道爱也罢。母妃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信守承诺。当初父王给的玉佩，理应是定金信物。怎么，弹了首曲子，讲个话本子，近日上门打听的人一多，你就坐不住了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喜欢的话不是不可以，那为贵妾吧。以她的身份，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她不是一般女子，我不想她受委屈。最近新安郡主频频来府上讨我欢心，人家打的什么主意，全京城都知道。你不仅仅是你自己，你还担着王府的将来啊！看来只能如此，我以妻之礼待她便是。哈哈，这几次的事情办得都很好。那舅舅准备给我什么赏赐？哈哈，这几次的事情办得都很好，牺牲点美色不费一兵一卒，就把那几个老顽固的女儿迷得神魂颠倒，拿到他们结党营私的证据，比你爹呀当年厉害了不止一个档次。那舅舅准备给我什么赏赐？是朕不赏吗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美人，赐我一美人。您侄子这么些年帮您办事，在京城里的名声都搞臭了。我可没什么好人家愿意嫁女儿给我。我看谁敢！你看上谁了？总不是新安郡主那个凶婆娘吧？她虽然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但那可不适合你啊。哼，京城第一才女早就换人了，侄子求娶呢，是一个会搅和本子、一曲幽魂天下知的奇女子。几分甜更有三分温柔。好啊，枉我把她当妹妹，她却想当王爷的亲妹妹。郡主，您看这是赏你的，有消息好坏都来报。以后我嫁进王府，必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哎呦，王妃之位，非郡主莫属。骚狐狸，我必让你吃不了，兜着走。来嘛，小宝贝儿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五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一天到晚围着一些庸脂俗粉。哎，最近倒是有个好苗子推荐给你。什么好苗子？快说快说！聂思如。老王妃一女，我不去。你当我傻啊？哼，什么义女？些新物上门打秋风的穷亲戚，还想与王爷结秦晋之好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此女肌肤似雪，还会讲那风花雪月的神话故事，与五哥花前月下，岂不绝配？嘿嘿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可不就是傻吗？思如小姐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无碍，我去换身衣服就是。小姐随奴婢来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成了，里面来了催情香，这回还不让你身败名。老王妃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怎么了？冒冒失失的，成何体统？哇，你这未来王妃好大的胆啊！这算是办完了吧？别看了，小思如，我这算不算救命之恩呢？不为人
我何处可比这？好热，好热！我劝思如姑娘莫要再动了，我可不是那柳下惠。宁小侯爷，你怎么会是柳下惠？你简直是那四处播种的老色批啊！原来我平日在你眼里已是如此形象了。既然你都给我盖棺定论了，那不坐实了这名号，我岂不是吃了大亏？哼！好冷啊！清醒了没？清醒了就起来，痛坏了我可要心疼的。我问你，我不美吗？何出此言？你乃京城数一数二的花美男，坐拥女子无数。我也是集美貌才华于一身的京城才女。我中了媚药倒你怀里，请问你给我扔水桶，不应该翻来覆去乐不思蜀吗？看来你还挺可惜。与喜欢的人，美好之事当然要在新婚之夜了。我常问门前铁水浮莲，情何以久美？时光可否退，定格相遇时的美。外面传的这么风流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传统啊。不盼盼猪怎么吃了你这只小老虎？我常问门前铁水浮莲，情何以久美？赐婚于宁季亭，择日完婚。赐婚？宁季亭的话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。皇上的赐婚为何如此突然？你可听过什么是先下手为强？我突然觉得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功绩都是为了这一纸婚约做铺垫。可我已跟母妃说好了要娶她。娶妻和纳妾那可是天壤之别。顾兄，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？输在你身上的责任，你王府的重担，不像我孑然一身，自然可以无所顾忌。正妃和贵妾高见立下，她不是一般的女子，自然要以10万分的诚意去相对。思如，将与黑暗为邻，却为明日的相见心动不已。那是我未曾最洁白的浪花与你。你思如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这一生都被你毁了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！不是这么直接的吗？一般剧本里不应该给我悄悄下毒或者慢慢折磨吗？大庭广众你直接动刀子！若那日不出意外，房间里的人应该是你，是你！你把我毁了，我这一辈子都给毁了！笑话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觉得你很可怜是不是？我从未想过与你争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谁来救救我？放开他！宁季亭，那日打于我的人就是你，是不是？你看上这小狐狸精了是不是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的刀就再深1寸。你怎么，小侯爷心疼了？要不这样，你狠狠扎自己一刀，或者考虑要不要放了他？燕郡主可要说话算话。浪开不中岁月儿，岁月沉沉至缄默。真道是风流的小侯爷，原来却是个大情种。你这骚狐狸，真是让我好生羡慕。可是我心安从来都说话不算数。顾山，你有没有心安？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可这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。可是这都是因为我爱你。你有没有一颗喜欢过我？求求你，骗我，
见面我也可以。从未。呼吸也似燎原火，故乡是声涛声中静默，风乍起吹动万重波。其实我们多么的像，一样的风，一样的执着。宁季婷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都2天了，我这么漂亮的大美女你不想娶吗？太医明明说了你并没有伤到要害啊，你好弱啊！你说谁弱呢？你说谁弱呢？哎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早晨。那你刚刚在装睡？不然怎么听到你那大逆不道的话语？不警惕你人海，光线好与高台，等到新婚之夜呢？岂不如我的能力？谁管你啊？怎一番荡漾心海？这是时空裂缝。天降异象。宿主 ，bug 已修复，看来你也超额完成了原宿主的攻略任务，我来接你了。这一年来的起起落落，我竟然忘记了我不属于这里。我给你申请了2刻钟的时间考虑，去留宿主自己决定。若2刻钟宿主不曾前来，那这个位面的时空裂痕便不会再打开了。容我想想。怎么了这是？好痛！7年前那处伤口突然好痛。那处伤都好了800年了，怎的如此娇气？总之，今日你哪儿都不许去，不，以后哪都不许去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？我知道你睡觉磨牙，喜欢成大字形，还喜欢把我当抱枕，还爱做梦，梦里有可乐，有炸飞机。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我感觉得到，你不属于这里。宁季婷，你知道《幽魂传》的真正结局吗？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。聂小倩终归是鬼仙，宁采臣送她的尸骨去投胎以后就没有以后了。3生3世的诺言，那只是我给那些听书人编织的一个美好结局罢了。人鬼终究不能在一起的。那又怎样？你不是聂小倩，我也不是宁采臣，只要你留下来，我愿意用1辈子给你这个答案。梦中人，热惊涛骇浪。是可乐炸鸡，是可乐炸鸡。完了，又一个被纸片人留下的女主啊！在前世里流浪。娘亲，你就这么没有出息，被爹爹给哄下来啦？什么叫没出息啊？你娘亲有出息，还有你们俩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，吵着你娘亲休息，想挨揍了是不是？爹爹自己想过2人世界，可以直说，我们听得懂的。屁大点，你懂什么？我不要睡。娘亲上次的故事还没有说完，最后小燕子怎么样了？最后小燕子和福尔康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娘亲，你是不是又把我当小傻瓜了呀？他骗人又不是1次2次了，当年娘亲可是骗了整个京城呢。